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4号星期六，清晨5:39，今天又是周六，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也有小伙伴来了，还是不知道距离，不知道配速，当然一般这个季节周六我们的合练就是15公里，昨天睡得有点晚，昨天去参加了个活动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感悟。是个什么活动呢？是这边一位很有名的100英里的那种越野的女选手，姓宫崎选手的一个关于高驰手表的使用、备赛，还有训练负荷等等身体恢复的一个分享会。因为这位选手是专门跑长距离越野的，不是马拉松的，所以现场来的人呢，大多数第一比我年长，第二呢，应该也都是这种就是越野的这种爱好者，或者是长距离徒步什么的，然后呢，我有一个什么感悟呢？就是在现场人们都特认真，然后有拿笔做笔记，有拿手机做笔记，然后宫崎选手在上边分享的时候，让大家拿出手机看看自己的负荷呀，给大家讲在高驰的 APP 里怎么管理自己的长期、短期负荷、HRV， 然后心率区间等等。然后大家就拿手机看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然后我就左右观望。昨天是6月13号，这个月已经过去了1/3还多。我看周围这些人的跑量都是2位数，都是2位数。最多的我看了一个是130多，就我左右我能看见啊，基本上都是2位数70-80。我心说，这都13号了，那照这么看的话，一个月勉强200公里，一个月勉强200公里，真的可以搞168的越野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？你们看，我们这么多小伙伴来了，对，很多小伙伴周3的时候来，周6的时候不来，是你和我发消息吗？太早了，兄弟！小伙伴们看，观众来了，这衣服是自己做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日本当地的一个牌子。日本当地一个牌子。我刚才唐突了，刚才我说小伙伴来太早了，要跟我们一起跑嘛。然后我看小伙伴年轻，然后训练痕迹，说实话不是很明显。是吗？对，你跑了几年？跑了大概4-5年吧。4-5年，那应该是很棒的。然后我说，那我们一起跑吧。我问了一下小伙什么成绩。多少？2小时52。哦，2小时52。是24年3月份。那就是无锡，就是去年的无锡嘛，对吧？无锡，对。多大年纪？方便说吗？今年26岁。26岁，年轻。从哪儿来？北京。北京人吗？对，北京人。然后然后那个刚读完研，然后准备读博，就是这假期，然后出来旅行。你们年轻就是。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，昨天晚上去参加那些分享会的人，训练痕迹都特严重，可能不是单纯的训练痕迹严重，是年纪大了。观众上完最后一个坡，减速了，湿度特别大。小伙从北京来，也不适应这个湿度和这个爬升。来不来？继续一起，加油！你就别说话了。给小伙加个油，小伙伴们！这波要拉爆！加油！到！现在这天气感觉大家都斗志不高。最后不到2公里了，看小伙伴们在后边。ありがとう。
哦，3分30，湿度特别大，特别闷。它这儿初夏的湿度和北京8月份似的，但是好消息，今年的气温不高。不知道这个初夏的气温不高，是不是预示着夏天得爆高？哦，上1公里3分39，还有1公里。如果这个配速跑全马，就能跑进235。呵，有意思，这张当封面了。还可以，3分31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最后200米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啊，谢福哥，多少最后1公里？可以，基本没怎么掉，339，厉害，339，可以可以，来击个拳，来，哎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观众去卫生间了，等他一会儿，看看数据。你看我这个热适应40%了，15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02。今天不快，今天前面的14公里都没有进3分，平均心率159，最后冲到178，那可以看看单圈数据吧。把单圈数据贴屏幕上，果然是都没进4分。最后一圈比较快，最后1公里我看看啊。哦对，我从13公里就进4分了，13公里3分52，然后14公里3分39，15公里3分31，所以我最后加速了3公里。看看今天的跑步动态，今天你跑得慢，触地时间就高186毫秒，步频205，步速损失百分比2.4%，还可以，步幅1.21米。今天训练结束，冷身回家，热身3公里，冷身3公里，训练15公里，整个一个21公里。接着跟大家聊一开始那话题，就是昨天我在那儿看，其实我不太知道越野和马拉松的专项训练有多大的不同，但是其实我在想，刚才和那位观众也聊，我说你说这100英里160多公里，它肯定是对耐力有要求的，一个月200不到的跑量真的能支撑吗？因为昨天到13号，我看我周围几个人我能看见的最多的一个好像80多公里，然后他们在意什么呢？就是运动员很专业，昨天的课题是赛前的用高时协调系统，从 HRV 到训练负荷的管理，这些人家说的特别对，然后他也展示了他的数据，关于训练负荷，人家能控制在备赛期一直是上升的，就是那状态是提升。像我大部分时候可能维持在那个维持效果那一档，但是想维持到那个状态或者调到那个状态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个需要的就是你训练的时候该有强度得有强度，该有距离得有距离。原来我一直会认为大多数人会很激进甚至冒进，所以我才说激进不要冒进，我们持续化训练，长期主义，对吧？但是作为他那个水平的运动员，他能把他那负荷调到那样，那是又得有强度又得有距离，绝对不是嘴上说一说的那种。人家也有特别好的成绩，所以马拉松训练
你看我们老听什么呢？比方我们听李毅教练说长期主义，很多人说的特别对。像昨天我看那些做笔记的小伙伴们，记得什么呀？记得要牢记自己的负荷不要过高，要在哪个区间。但是我轻轻一扫他们的画面，他们甚至都不在区间里，就不是说跑得少就不好，或者说你跑得多你瞧不起跑得少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这就像你说我如果一个月跑80公里，然后我去听专业运动员去讲马拉松运动员如何超量恢复，那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个人观点。所以昨天那位运动员激励了我很多东西，他讲恢复，讲这些，就是大家其实练到这个程度讲的都差不多，认知也都差不多，关键是说你得有给你自己恢复的那个条件。就是说超量恢复那得先有破坏，先有训练，先有疲劳，再有恢复，它才有用，而不是我什么都不干，或者我干的很少，然后我坐在那儿休息，然后还注意个饮食，补点这补点那。那其实它没有那个超量那个事儿，因为你没有破坏。所以你们包括你听李毅教练的播客，人家嘴里说的，就是他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想法，就是你跑到230又能怎么样？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。而我们很多时候听的都是专业的人的分享，专业的分享他的潜意识里就是这样的，他觉得就像我觉得周围跑步的人应该都是什么样的，但是大多数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人家干专业的就更会这么觉得。所以很多他就没有一个很怎么说呢，也不能说没有普世的价值，是有的，只不过要想明白。所以不自谦的说，有时候我觉得我这种分享其实也挺有意义的，因为我分享的东西可能更加贴近普通人的训练和生活。虽然我练的也挺多的，但是和专业的还是没法比。6月14号星期六清晨7点19，训练结束，冷车回来。那今天状态也还行，带了一个能量胶没吃，然后这一瓶电解质粉冲的水，就没有糖的电解质粉，喝完了还可以，特别热，衣服干了又湿，干了又湿的，闷热，下起雨来了，突然开始下雨了。今天咱们还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直播间跟大家聊聊跑步。今天说的没什么重点，但是我想表达的感情就是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，有些事情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，有些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，有些事情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对，这是我真心的话。我跑过100公里的没有爬升的超马，我知道那个距离有多难。那100英里的越野有多难？不是真心不是一个月100-200公里就能够解决的。马拉松反而跨度比较大。你想完赛是一种练法，你想要好成绩又是另外一种练法。你看刚才那位小伙去年还能跑2小时52，跟我说那个时候训练也特狠，最后间歇跑6个1公里，最后都能跑到吐，然后也跑很强的强度，但是就是停了几个月，因为学业忙，水平就下降。所以本质上锻炼和训练就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的目的是健康锻炼身体，那就好好的每天去按部就班的走一走，跑一跑，跳一跳，爬爬山，游泳特别好。那有的人说我要成绩那就只能有付出。比方说那天有人说其实就是我的运动就是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。因为我跟大家说过，我自由泳能自己学游到100米进2分钟，虽然100米进2分钟很慢的，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难。但是那时候我练自由泳的时候怎么练呢？就第一是看视频，第二是我去的那游泳馆早晨7点半开始营业，我天天不到7点半就到那儿，泳池里就我一个人，每天一开始只能蛙泳，还不太会换气，到后来自由泳就坚持每天至少是1000米，游完泳回家吃早饭，吃完早饭跑步上班去，那时候还不是居家办公。
那就这么干了1年，干出的100米2分钟。你现在再让我去游，我照样还能游那么快，因为这东西游泳这事儿就跟骑自行车似的，你会了就不一定能忘了。所以你想要成绩，想要好的东西，那就去努力的去训练去奋斗。如果你不想要呢，那就开心的去运动都挺好，但是又这样又那样，又想这样又想那样的话，就比较难。不成熟的感触。但是高驰办的这个活动和那个运动员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在一个小的跑步和越野的商店里，回头希望这种活动能推广到更多的地方，有很多专业的人来分享。虽然不一定专业的东西对我们普通人就能有实质性的改变，但是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就像我这段时间无数次提到李毅教练的播客，不仅仅是跑步，在那期信哥的播客上，李毅教练说的很多话，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思考。行吧，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